你绝对认不出全部致敬，否则你一定是资深玩家。这便是 Indie Cross 独立游戏玩家的狂欢。游戏主角对战游戏引擎，弗里斯克闯入 FNAF， 单刷全系列玩偶，对战噩梦威廉。相信我，这绝对是一场盛宴。因涉及大量 FNAF 内容，我特地邀请了圈内大佬陈子墨共同解说。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墨，很高兴 Pants 的邀请，我将负责深入解说 FNAF 片段的内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哦。创作不易，实在要走也想给个免费的赞，让互动率到达20%就好。此外，每100个观看视频的人中，只有1位点了关注。见到我这么多次，如此优质的 UP， 真的不考虑关注一波吗？视频马上开始。上期视频中 ，Rogue 袭来，瞬间摧毁了整个世界。主角一行人拼尽全力，终于逃进传送门，得以喘息。来到新世界，远处的建筑对应了4个引擎的颜色。此外，在刚刚的战斗中 ，NPC 的样貌也和机器人类似，不难推断这里是游戏引擎世界。作为马德琳的负面人格，坏德琳再次试图劝他放弃，就像游戏里一样。这其实也是为了保护他。其他角色设定上都有复活的能力，但他并没有该设定，一旦死亡便再无重来的可能。铲子骑士来到赌博机前，这里有2个致敬，首先是旁边的纸板，来自三角符文第2章 BOSS 斯潘顿，在游戏中是个奸商。茶杯头见状连忙劝阻，因为他自己就是因为赌博赔掉了灵魂。此时小骑士召唤梦之盾，这里闪过的便是游戏中梦之盾的徽章，为马德琳挡雨。即在游戏中则是作为盾牌使用。马德琳说，我们之所以能爬上那座山，靠的正是接纳自己，眼下只有接纳这些伙伴，才有希望回家。茶杯头得知好兄弟武器坏了，给他找来棒球棍，这个道具来自于迈阿密热线，后面的广告牌依旧是斯潘顿。茶杯头说又将敌人打到月球，英语中这种表达并不常见，或许是致敬催泪神作去月球。此时出现的鹅来自导弹鹅，游戏中通过搞怪捉弄各种人类，进而获取分数。这里直接将棒球棍叼走了。几人来到一家酒吧前，这个酒吧是科尔比，属于传说之下。一行人在内部看到的金像，其实也是游戏中的 NPC。柜台擦杯子的正是酒保科尔比，看到未知人影，3个战警担当连忙警惕。茶杯头说的 Bust you into next week 其实是致敬 FNF。在游戏中，关卡名是 Week， 也就是周。在 Indie Cross 游戏中，第一个敌人便是茶杯头，而小骑士的战吼在游戏中也是十分常见。Neko 出面，这里的音乐则是 One Shot 废墟区的变奏。据他所说，自己具有和上帝，也就是玩家沟通能力，但现在他来到了电影世界，观众无法跟他互动，因此他收不到任何回应。视角来到弗里斯克，此时他刚暴打完威廉。忽然传送门出现，噩梦之地从中射出，击中威廉。在探索与班迪的对决中，机器人也是用这种方式击中了班迪。接下来是 FNAF 世界的故事，让我们请出陈子墨为大家讲解。好的，接下来的内容将由我来解说啊。画面快速闪过的是几段 FNAF 小游戏中的名场面。第一个是4代中的83之咬，简单来说啊，就是有一个好哥哥恶作剧把自己弟弟的脑袋塞进了机械玩偶的嘴里，结果这个玩偶真的咬了下去，造成了事故。紧接着的第2个画面出现了5个小人被杀害的场景，这对应的则是 FNAF 系列中的儿童谋杀案，这是一件经典案件。最初有5名孩童在披萨店内被人所杀害，凶手把他们的尸体塞入到了吉祥物的体内，躲避了警方的调查。凶手是如愿躲过了警方，但孩子们的灵魂也因此被永远的困在了披萨店的吉祥物体内。这也就是1代的游戏中电子玩偶晚上会自己活过来，在店内游荡的原因。最后一段则是一个紫人穿戴吉祥物套装的画面，这个紫人代表的就是儿童谋杀案的凶手。
威廉·阿弗顿。那个黄色兔子指代的则是弹簧邦尼套装。弹簧邦尼是威廉假扮吉祥物勾引受害者时最常用的装扮。不过有一次他穿戴这个套装时出了一点小意外，弹簧邦尼体内的弹簧锁被弹开，给威廉插了个透心凉，威廉也因此死在了弹簧邦尼的体内。就这样，威廉的体验皮肤变为了永久皮肤。由于威廉的死因是玩偶套装里发生的弹簧锁故障，所以由他而转化成的僵尸玩偶也被人们称为弹簧陷阱。回到动画中，威廉吸收了某种力量，扭曲了周围的场景，还一脚踩碎了弗里斯克的吊坠盒，随后又召唤出了 FNAF 系列中的众多电子玩偶，他操控着玩偶们去围剿弗里斯克。但在游戏原作中，威廉老登其实并不具备召唤电子玩偶这项能力。这个能力其实是来自于 FNAF 第7代，也就是终极自定义之夜中的复仇之灵的。复仇之灵是威廉的早期受害者之一，但与其他受害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比他们更加憎恶威廉，且对其的复仇欲望异常之激烈。不仅如此，他还拥有着创造电子空间的能力。在电子空间中，复仇之灵可以召唤出各个系列的电子玩偶，对威廉展开报复和折磨。对于这个渴望复仇的灵魂来说，电子空间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将威廉大卸八块，而且要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过程，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威廉虽然不具备召唤玩偶的能力，不过在游戏安全漏洞中，有一种紫色病毒可以操控其他的电子玩偶，甚至是人类也可以被操控，而玩家们通常认为这种病毒是来自于威廉的杰作。所以你看，动画中出现的电子玩偶们，除了傀儡以外，眼睛都发着紫色的光芒，这代表着他们被威廉用紫色病毒操控着。画面中 FNAF 系列的玩偶纷纷登场，右上角的是1代的弗雷迪和奇卡，以及2代的玩具奇卡、玩具邦尼，还有安全漏洞中的月亮，以及披萨店模拟器中的废弃宝贝。左上角分别出现了4代的梦魇黄金弗雷迪、梦魇邦尼、1代的霍斯和邦尼。左下角出现的4位是安全漏洞中的华丽摇滚系列4人组，也就是华丽摇滚弗雷迪、华丽摇滚奇卡、蒙哥马利和罗克珊。右下角则是2代的凋零弗雷迪和凋零奇卡，以及气球男孩，还有一群机械骨架。弗里斯克寡不敌众，只能选择溜之大吉。而在这些追兵之中，一马当先的是1代的霍斯和废弃宝贝。1代霍斯跑得快不难理解，他是1代唯一一个可以闪击保安室的短跑健将，而废弃宝贝则是在设定上加装了轮滑鞋，所以他跑得快也不足为奇。跑着跑着，场景还进行了一个切换，弗里斯克来到了安全漏洞中被烧毁的地下披萨店遗址。就在这时，突然有什么东西猛地飞扑到了弗里斯克的脸上。他们分别是4代小游戏的毛绒陷阱、姐妹地点的迷你瑞娜。然而这2小只都没有什么战斗力，被弗里斯克一拳揍飞。唯独概念神杯子蛋糕对弗里斯克造成了伤害。这里的杯高扑脸致敬的是 FNAF 大电影的场景，背景中还出现了一个一直在爬墙的巨型机器人，他便是安全漏洞中的 DJ 音乐人。弗里斯克身后突然冒出了很多触手，前方出现的巨大融合怪正是安全漏洞中的 The Blob。 这2庞然大物都是安全漏洞中让玩家感到棘手的大麻烦，但弗里斯克急中生智，操作一番便是 The Blob 和 DJ 音乐人纠缠在了一起，失去了攻击手段。可身后的追兵也随之赶到，危急之下，弗里斯克拽下了披萨店的招牌，暂时吸引住了玩偶们的注意力，随后便躲到了形状便利的台灯背后。这里致敬了 UT 原作中弗里斯克在赛斯的掩护下躲避帕派瑞斯的经典桥段。玩偶们沉迷于追捕，并没有过多注意到一边的台灯，只有2代的傀儡发现了弗里斯克，傀儡缓缓地飘到了他的旁边，这着实吓了弗里斯克一大跳。只不过让人意外的是，这只电子玩偶并没有被紫色病毒所影响，它只是捡起了被威廉踩碎的挂坠盒，又看了看弗里斯克便离开了。松了一口气，啪的一声躺下了。傀儡未被威廉所操控的剧情设计非常符合终极自定义之夜中的傀儡台词。 The others are like animals, but I am very aware.
弗里斯克暂时躲开了电子玩偶们的追击，视角来到主角团所在的酒吧这边。大家正苦恼于食物紧缺，圣恩切斯特出现，他是铲子骑士中的角色。商品除了迈阿密热线的棒球棒，还有火柴人康尼中的传送器，Ultra Kill 中的骷髅面具，黑帝斯中扎克的线，传说之下作者 Toby Fox， 城堡破坏者中的外星人枪，茶杯头选择买煎饼，这一选择很有趣，因为茶杯头动画中，茶壶爷爷经常给他做煎饼，妮可也喜欢吃妈妈做的煎饼，算是跨作品的温情对应。此时，大家都拿出自己的货币，茶杯头是金币，马德琳是加拿大纸币，小骑士是吉欧。这里的护符是编织者之歌和发光磁弓。铲子骑士虽然有金币，但是在之前的阵亡中就已经飞走了。此时，铲子骑士盯上金像，切斯特收下金子，将茶杯头的金币交给鼹鼠。原来他只是在赚差价。此外，鼹鼠也属于铲子骑士世界，专门卖食物。这里除了买了煎饼，还买下了右上角的武器，用于重铸铲子。吃饭时，马德琳将草莓放在煎饼上。在游戏中，玩家需要收集草莓，并在最后做成草莓馅饼。这里提到的 Charles 同样也是茶杯头中的角色。切到远景，酒吧旁边贴的海报是传说之下角色梅塔顿以及喵喵。独处之时，铲子骑士回想起原盾骑士牺牲的场景，小骑士使用梦之钉读取铲子骑士的想法。该道具在原作中可以窥探想法，进入梦境，收集梦境精华。茶杯头见状，试图让他振奋起来。这里茶杯头打开的音乐播放器来自普通的路，一旁的小骑士正把他遇到的人记下来。这里在原作中是猎人笔记，用于记下被击败的敌人。而在这其中，弗里斯克也被小骑士记录了下来。服现在的情况如何呢？镜头拉回到 FNAF 世界中，弗里斯克利用存档回血后站起身来，华丽摇滚弗雷迪也随之登场。他口中提到的格雷格里正是安全漏洞中的主角。在游戏安全漏洞中，熊孩子格雷格里在大闹时代广场时，就是华丽摇滚弗雷迪一直伴随他的左右。弗雷迪和傀儡类似，虽然一开始是被威廉·阿夫顿召唤过来的，但他很快就摆脱了控制，这符合安全漏洞中的剧情。在游戏中，华丽摇滚弗雷迪虽然会受到紫色病毒的影响，但不会完全迷失心智。他也是华丽摇滚四人组中唯一一个没有被反派万尼给操控的电子玩偶，就像在安全漏洞中守护格雷格里一样。在这里，他也提出要保护弗里斯克。弗里斯克先是犹豫了一番，但最终还是决定相信弗雷迪。服这里进入弗雷迪的肚子里躲避其他玩偶的情节也很符合游戏中的玩法设定。至于为什么可以这样做，这是因为在原游戏设定中，弗雷迪胸腔内是有一个用来装运小型货物空间的地方，这里面可以装一些类似生日蛋糕或者其他小礼物之类的。而在整个游戏史上，有个由威廉设计的更早版本弗雷迪也拥有类似的功能，只不过他的肚子里装运的不是货物，而是受害者儿童。弗雷迪为了带着弗里斯克躲避玩偶追杀，决定坐电梯去寻找出口。这里的电梯是安全漏洞 DLC 废墟里的电梯，也就是夹断模仿者手的那一步。在电梯里，弗雷迪还不忘面部扫描一下弗里斯克。弗雷迪扫描人脸的情节在安全漏洞的游戏中也有出现过。两人最终走到了一个房间，房间里到处都是机械骨架，除了这些骨架以外，还有一道拦路的激光门。两人来到激光栅栏的面前，在传说之下游戏中，橙色激光的攻击可以通过移动来规避，蓝色激光的规避则需要保持不动。弗里斯克将其误认为是自己那个游戏世界中的激光，最后惨遭教育。在恐怖游戏中，想开门过去是必须要解谜的。一顿解谜后，弗里斯克关闭了栅栏，但猛然一回头，吓死一头牛。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机械骨架全部苏醒。左下角你甚至还能看到《噩梦 Us》里的太空小人。在原作中，这些机械骨架也通常是成群结队的出现，防御方式是经典的木头人玩法，即你的视野朝向他们，他们就会维持不动。但你只要不看他们，他们就会偷偷尾随你，然后爆你的菊花。弗雷迪赶紧带着弗里斯克转移到了另一个房间，房间里刚好有一个安全漏洞中的充电仓。弗雷迪说自己要进去充会电，不然到时候在半路上没电就不好了。就这样，两人暂时分开了一段时间。成长点的旁边有一个梦魇傀儡的小玩偶和一台公主游戏的游戏机。
公主游戏是安全漏洞中的街机小游戏，虽然只是小游戏但完成它的与否会直接影响结局的走向。按照目前 FNAF 圈的主流理论，复仇之灵凯西蒂的灵魂就寄宿在这些街机游戏机里面。在街机游戏中的电子空间里，凯西蒂使用了一把名叫光之剑的武器，斩杀了流窜在时代广场的紫色病毒，解除了安全漏洞中的玩偶们的控制。安全漏洞的好结局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达成的。反正要等弗雷迪，闲着也无聊，刚好玩玩小游戏也不错。弗里斯克是这样想的。游戏机屏幕中显示的是公主游戏4，在原作中公主游戏的小游戏只有1、2、3，同人里的就成了4。刚想玩完游戏，可有一个小机器人在天花板上想偷袭弗里斯克，这个小机器人就是 FNAF 6代，也就是披萨店模拟器中的小助手，其掉落后的音效与披萨店模拟器里面在求食小游戏中坠机的声音是一样的。刺杀失败的小助手突然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这个举动无疑会引来其他的敌人。最先出现的是安全漏洞中的反派万尼，他探头的镜头致敬的是安全漏洞预告片的片尾。紧接着6代的废弃宝贝也参与了战斗，弗里斯克猝不及防被击飞，初代玩偶们将他抬起并送到了梦魇金熊的嘴边。这个片段也是致敬了4代的83之咬剧情。弗里斯克显然是被小瞧了，他可不是 FNAF 4代里的那个只会哭哭啼啼的小孩，毕竟是玩屠杀线的，肯定充满了手法。这里动画的一些战斗设计也有一些是和游戏有关的部分。首先是弗里斯克跳到蒙哥马利的背上，然后废弃 baby 发起攻击误伤了蒙哥马利，使其背部被夹断。这一情节致敬的是安全漏洞中格雷格里使用妙计坑害蒙哥马利，最终让他半身不遂的情节。月亮在发起进攻时被弗里斯克用手电筒的光线击败，这个设定是来自于安全漏洞 DLC 的废墟中月亮惧怕手电筒光的设定，以及这里的倒地姿势则是恶搞之家的背手摔。万尼从背后袭击未果，反被弗里斯克缴械反杀。从这个战斗过程中也能发现，万尼并不是电子玩偶，而是人类。万尼的真名叫凡妮莎，他原本是披萨时代广场的一名保安，但后来被紫色病毒给操控，失去了自己的心智，最终成为了反派。之后的战斗画面就和游戏没什么关系了，是动画组自己设计的一些。这架打到一半还没打完，充好电的华丽摇滚弗雷迪突然出现，一把将弗里斯克给带走，但在半途中弗雷迪被紫色病毒给操控，杀死了弗里斯克。这里对应的是安全漏洞中燃烧陷阱 BOSS 战里面的玩法设计。在这场 BOSS 战中，弗雷迪如果被燃烧陷阱给操控，玩家是不能躲入弗雷迪身体里面的，否则会被跳杀。弗里斯克算是暂时下线了，让我们看看细胞人和光明旅者这边的战斗进行的如何吧。细胞人和光明旅者还在战斗 ，Game Maker 使用冷却液为自身降温。之前的面板中显示过热，也就是说这些 rogue 清楚恶魔之地的用法。细胞人落地冲击，周围瞬间燃起火焰。这里是护符死坠，落地猛冲点燃地面，借助对称长枪的破盾功能与捕兽夹的控制，二人将 Game Maker 击杀。光明旅者做出经典圣衣动作，这里细胞人做出嘲讽动作，在原作中也有对应。此时新的敌人出现，他们的名 Sora， 另一个则是 Ghostrix， 对应游戏引擎 Godot。杀戮尖塔、土豆兄弟都使用的这个引擎，同样是占内存最少的引擎，这也是为什么它的体型最小。它将 Game Maker 修复，恢复过来的 Game Maker 看见几人，迅速逃离。主角团这边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让我们把视角来到 FNF 世界中。被华丽摇滚弗雷迪杀死的弗里斯克来到了存档界面，他正要保持自己的决心重新复活，却被威廉的病毒给入侵了。威廉对弗里斯克能无限复活的能力饶有兴趣。在目前 FNAF 游戏的剧情中，虽然从未直接表明过威廉阿夫顿的作案动机，但结合游戏中的各种信息碎片和 FNAF 小说线的剧情推测，我们可以大概得出威廉犯下这一系列罪行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研究灵魂物质来达到自己永生的私心。弗里斯克所拥有的独挡存档来复活的能力，与威廉所追求的事物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正因如此，威廉认为自己和弗里斯克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二者都是出于对某种事物好奇而去杀戮。他认为福和他一样是一个沉迷于杀戮的怪物。弗里斯克对威廉的评价并没有全盘否定，但也未全盘接受，只是回复到或许吧，但我不是你。
这句话预示着弗里斯克的立场与威廉不尽相同，两个人并无和解的可能性。也正因如此，大战一触即发。弗里斯克和威廉打斗的过程中，还掉入到了球池里面。这里致敬的是福奈夫短篇小说《陷入球池》。在威廉老登的一顿狂轰滥炸之下，弗里斯克掉进了公主游戏的电子空间里。此时，之前出现过的傀儡又重新现身在了弗里斯克的面前，还带来了2份礼物。此段情节不仅对应了福奈夫2代小游戏中傀儡给予孩子们礼物和新生的剧情，还对应着传说之下中弗里斯克收礼物的剧情。威廉也追进了这个世界，他吐槽到每次都是傀儡坏了自己的好事。这里说的是在 FNAF 游戏中，傀儡多次带领着玩偶向威廉发起复仇的剧情。威廉向弗里斯克发起了进攻，傀儡作为保护者阻挡了所有的伤害。2个礼物盒里的礼物也显露了出来，它们分别是被修复的吊坠盒和出自公主游戏中的光之剑。赠送过2件礼物以后，傀儡也承受不住攻击，烟消云散。轻抚胸口上那被精心修复到看不出裂痕的吊坠盒，紧握着手中那发光的长剑，想到非人的躯壳中也暗藏如此善良的灵魂，弗里斯克此时心中充满了决心，是要为傀儡报仇。No more hunting. This is where your story ends. All of you. 威廉这里的台词，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你们所有人的。这对应的是披萨店模拟器真结局中亨利的台词。The longer you drag this out, the more painful your death will be. See how far it gets you. 在这场战斗中，威廉巨大化后召唤出了很多公主游戏里的小怪。巨大化的威廉被击破以后，弹簧陷阱的外观会变为安全漏斗中燃烧陷阱的外观。最终，弗里斯克使用光之剑使威廉的能力无效化，并击败了他，也对应着紫色病毒最终会被光之剑给净化的剧情。由于紫色病毒被光之剑给清除了，威廉老登失去了操控和穿梭电子空间的能力。现在他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100岁老人罢了。摆脱病毒控制的弗雷迪姗姗来迟，与弗里斯克会合后，2人合力展示出了自己的尊老拳法，把威廉打的是3心2意、4分5裂、6神5主、7荤8素、9981。No. 外加满地找牙。终于，这个 FNAF 系列最大的反派歇逼了。临终前，威廉还试图说出他的经典台词 ：“I always come back。” I always. 但还是卡在了最后一口气上，没说完。击败威廉后，一扇传送门被打开，FNAF 世界的危机也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另一个世界中，Game Maker 飞到酒吧上方，夏洛特迅速警觉，召唤小机器人。几番纠察后 ，Game Maker 的外壳被击碎，最后被其恶魔化。Nico 将修复的铲子还给铲子骑士，铲子骑士先是将椅子扔出，随后铲子攻击，试图在其头顶完成2段跳攻击，却被 Game Maker 牵制，甩入消防通道。铲子骑士从门中走出，可以看到房间中都是火。这可不是被战火点燃了。原作中，如果玩家查看这个门，就会显示，因为你不是火，所以无法使用消防通道。而科尔比是火焰怪物，因此这其实是他的专属通道。铲子骑士被击飞，茶杯头紧随其后。Game Maker 见状也使用机枪攻击，快德林顺势追击，发动能量炮。Game Maker 试图斩击他，却发现对方没有实体。马德因扔出台灯，吸引注意力。小骑士从烟尘中飞出。先是黑暗冲刺躲避攻击，随后使用旋风斩击碎 Game Maker 的一个护甲。小骑士还想使用黑暗冲击，却被扔出。马德尼试图肉搏，被直接抓住，随后被扔到坏德尼身上，2人合体，目标来到夏洛特 ，Game Maker 直接将其捆住，
随后召唤数个齿轮，这是真想杀死手。光明旅者及时赶来，瞬间击碎了第2个护甲，随后又是几发斩击 ，Game Maker 外壳几乎要被击碎，进入过热状态。Game Maker 再次使用幻术，随后将光明旅者击飞，使其陷入濒死状态。尼克也扔出燃烧弹，不过收效甚微。铲子骑士使用锁链将 Game Maker 捆住，这个武器是从切斯特买的。随后使用拳击手套将其击飞。茶杯头借助坏德林的紫色飞弹，使用格挡飞到马德琳身旁，马德琳使用金色羽毛将其送上天。茶杯头向上发射攻击，同时小骑士飞到铲子骑士的铲子上，在茶杯头子弹的助推下，铲子骑士将小骑士击飞。小骑士使用水箭冲刺，强大的动能下将恶魔 Game Maker 击溃。一切结束。夏洛特吸收 Game Maker 的能量，变成和他相同的绿色。马德琳将注射器递给光明旅者，注射药剂后，光明旅者也恢复了状态。夏洛特遵守约定，打开了传送门，大家就要回家了。而在门的另一边，正是铲子骑士的世界——命运之塔，而无数机器人正伺机而动。夏洛特骗了大家，铲子骑士正要迈入传送门，突然 Uniso 出现，将传送门击溃。无数白色传送门出现，混乱中，茶杯头使用烟闪将 Nico 带走。这里拿的是台灯，2分 Nico 的圆形灯泡。铲子骑士见状，立刻挥铲冲向 Uniso， 却被突然窜出的虚幻引擎狠狠击飞，径直撞击了另一扇传送门。茶杯头和 Nico 也在混乱中被卷入其他传送门。此时，小骑士发现 Red Sora 正要攻击马德琳，毫不犹豫地将2人推入传送门，自己则留在原地，化作一座金色雕像，像极了游戏中的万神殿雕像。战斗的余波也波及到了 FNAF 世界。FNAF 世界这边传送门也被开启了，弗里斯克和弗雷迪分别的时刻也到了。华丽摇滚弗雷迪只是轻声的说道：“再见了，超级巨星。”弗里斯克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继续踏上了自己的旅程，故事也就此结束。片尾彩蛋中，一众 Rogue 发现 Godtrix 不见了踪影，正四处搜寻之际，一道身影手持他的头颅缓缓出现，他正是来自 Ultra Kill 的卫一，看他的架势是要1v3了。这一系列依旧没结束，第3季将如何展开 ？Rogue 们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我将结合电影细节以及官方消息进行推理。此外，还有另外2个题材，全看大家选择。请再到1.5万，马上做下一期，大家不见不散。